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摁关门键的时候没看到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谢谢。你几层？我19层。哎，你也去19层啊？啊，19层是我们律所，你是去咨询的吗？算是吧。那你有没有找到律师啊？没有。那你要不就咨询我吧？啊，你好，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是我，我是替我同学来咨询的。啊，对你同学，你同学，他喜欢艺术，所以他就拿家里给他上法学院的钱去学了艺术。现在钱要花完了，他想问家里再要一些，可是家人知道真相了以后就不愿意给了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我爸不同意，其实我妈是同意的，她从来都不勉强我。但我爸呢，他就是个暴君，他……我说的是我同学他爸。所以我同学就想知道，他该怎么样完成学业，他就差1年就毕业了，但是他爸死活就不掏1分钱。说句实话，因为你同学欺骗爸爸在先，所以老父亲悲愤交加，这算咎由自取。你是不了解我爸那个人，我爸那个人固执得很，全家都得听他的，连我妈都得听他的。我要是一开始就跟他说我不读法学院，去读艺术学院，他肯定暴跳如雷，早就不给我1分钱了。你到18了吗？我21了。那你就没有办法强迫你父母给你交学费了。我爸不愿意给，但是我妈愿意啊。这主要是我妈身体不太好，她很早就不上班了，所以钱都在我爸手里。当然也都是他赚的。我说的是我同学家的家庭情况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就跟你说一点，虽然说你妈妈不上班不挣钱，虽然说钱都是你爸爸挣的，那也叫夫妻共同财产。不能说你妈妈没有上班没有挣钱，她就没有资格去花钱，没有资格去做任何的决定。哦，即使他们离婚了，其中至少有1半的钱还都是你妈妈的呢。好，再见。我就是提供一点小小的可能性而真的已很感谢，并不是最终的，就是一点点可能。哎，主任，哎，爸，走吧，到我办公室。谢谢谢谢。你怎么能给他儿子出离婚稀产的主意呢？我知道这是他儿子的。不是丽娜姐，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我以为你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就算你不知道，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给人家出主意让人家离婚呀。哎呀，是他把他爸说的特别的专制，说他跟他妈长期匍匐于他的专制之下。这你也信？这个封家豪一点都不省油，他完全不懂得心疼他父母。他妈妈都病了好几年了，一直瞒着他，不敢告诉他，就怕影响他学业。可他呢，过年带着他女朋友去周游世界，还骗他们家人说他在实习。我已经成年了，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一生，哪怕是穷困潦倒。你说的对，你已经超过18岁了，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生活费、学费最好你自己解决，记住。你回来，这边。是，你宝贝儿子刚走。今儿早上我出去办了点事儿，我不是因为他不听我的才对他搞经济制裁，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。